我们今天讲甘草教大家在临床或者自己的生活里怎么通过一味甘草来调理治病。我们看看《神农本草经》怎么说。甘草味甘品也就是吃起来甜甜的，好像糖果。以前糖果还没有发明以前这小孩子就会跑到药店去拿甘草。到现在，甘草作为天然的甜味剂被应用在很多加工食品里面，比如说酱油、酱料饮料甜品这些所以很安全。那么甘草在《神农本草经》里是上药，就是被归为有病治病没病可以轻身延年，比较安全可以当食物吃。那有的病在我们吃的过程里就一起治好了这就是中医食疗的来源。那甘草有什么功效神农本草经给我们提出了3点我们一个个来看。第一个叫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五脏六腑就代表我们全身的器官，或者是说我们全身上下。寒热邪气就是指各种感染，一切了。对，所以换句话说，不管什么感染都可以用甘草因为中医认为甘草有清热消肿的作用。其实就发炎红肿了。比如说《伤寒论》有一个方子叫做一味甘草汤就是甘草一味药治疗对治疗喉咙痛效果很好。那你看以前那个唱歌或者唱戏的人甘草片对，他们靠声音吃饭嘛，所以声带很容易磨损如果他声音沙哑了那就要喝西北风了是吧？所以他们有自己的绝招，就是含这个甘草片，好用对，所以好像我们现代的职业像老师歌手这些时常要喊的讲话很多的有慢性咽炎的那就可以用。等一下吃一片没有你比较需要或者有时候我们感觉喉咙痒痒的像开始要喉咙痛发烧的时候也可以含这个甘草轻微的感染就会好的那科学家后来就发现甘草有天然类固醇的作用可以抗炎、抗病毒、抗细菌但是它不像类固醇作用那么猛烈也不会有副作用，缓和了。对所以中医什么感染都会用几乎。那中医还认为甘草有补的作用这个补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认为补是加法但其实不是，补是止损就像这个水桶漏洞了那我们把它补上它就不会漏了所以甘草就把这个洞补起来的作用用现代话来讲甘草有修复黏膜的作用黏膜好像漏洞这样嘛比如我们刚刚说这个慢性咽炎咽喉的黏膜长期的受损我们就含甘草就可以让它在局部发挥修复黏膜的作用。慢性咽炎就一定要含如果我们是煮水来喝那就不能发挥局部的作用，就要持续的对那个效果就差一点了所以我们这里也可以这样子想甘草有修复黏膜的作用，那我们一喝下去从口腔到我们最后的肛门它都能够发挥所有的黏膜，对，它都能够发挥效果，很好用就比如说口腔溃疡咽炎食道炎还有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从上口到下口，对结肠炎这些都有效。对，那么甘草是怎么发挥这个修复黏膜作用我们看自己皮肤受伤的时候是不是会流出一些黄黄的水这其实里面就有抗炎还有修复黏膜的成分对那甘草的作用就是促进这个液体分泌就等于是给伤口一个保护层这样子所以以前的士兵或者老百姓他受伤的时候那医生就会用甘草水来外敷一来可以消毒杀菌二来可以促进这个修复所以在《神农本草经》里就记载甘草主荆疮肿毒荆疮就是被利器刺伤对，好像刀伤切菜还是打仗那种肿毒讲的就是感染发炎所以现在有一个群体特别适合用甘草水来保健就是习惯性消化不良胃痛胃胀的人有溃疡发炎的尤其是口腔溃疡那么口腔的话就含服如果是下消化道的话就煮水喝那效果都很好也很安全再来神农本草经还有提到毒字刚刚说的这个肿毒嘛说明甘草还可以解毒消毒解毒这个毒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指的这个东西它很容易过度，也就是说我们说起效量和中毒量很接近了。不就是西药吗？对对，通常这个提取的单化合物都是比较接近，比较谨慎。对，用药。对，可能这个药吃1粒它才会起效，那这个1粒就是这个药的起效量，那么有毒药就是这个药的中毒量很接近1粒，就比如它是1.5粒，你就已经中毒了，所以它很接近。那在中医里毒的意思就是作用特别猛烈的药，就叫毒药。副作用是什么？就是它的作用，它的正作用很接近那个中毒量，就是你超过了那个度，它就矫枉过正了，所以它就中毒了嘛。就好像我们现在说有的人眼睛很毒，什么意思？不是说他眼睛有毒，是说他眼力特别好，它作用特别好，太猛了。对，太猛了。那中医里面有什么药是比较猛的？比如说附子、乌头这类，还有就是半夏、天南星这些。还有虫类。虫类，蝎子、蜈蚣。对，好像这种对那个黏膜刺激比较强的就可以用甘草一起煮它就可以缓解它的刺激了。这一方面还是因为甘草可以促进人体分泌这个保护性的粘液。所以这样的话，它会加厚那个肠壁，这样对，不至于受损，刺激太刺激。它会稀释掉这个药的成分，然后也不会让这个药物吸收那么快。你如果药物吸收快的话，就容易到那个超过那个起效量嘛，对吧？就容易到中毒量了。所以甘草就等于是其他药的缓释剂，让它慢慢释放或者说是长命药，因为它可以让这个药物起效的时间变慢。就是它起效，一般的药可能半小时，它可能1个小时才起效，但是它起效过后，它那个疗效持续的时间比较久的发挥有效。对，因为它吸收慢了，所以这个血液里要达到这个药物的有效量是比较慢，但是因为它吸收慢，所以它吸收就比较久，所以它可以维持的效果就长。所以在感染性疾病诊疗指南《伤寒论》里面有113个方子，其中有70个方子就有都用到这个甘草。它是《伤寒论》里面出现频率最高的药一来是因为抗感染消炎嘛，对吗？治疗感染二来就是它可以提高药物发挥作用的时间。所以甘草在后来被中医称为药中国老。是吧？对，就好像一个调味剂，像你刚刚说的，让大家的作用不要那么突出，达到一个温和治病的效果。尊敬他。对，大家不敢乱讲话，乱来。对。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给病人赶快起效，那就得去掉甘草。急救的话就不要用甘草，不然你要等半个小时才起效，那个人可能走了，对吧？除了一种情况。就是心脏的休克，心脏的休克的时候，我们会用到附子，因为附子有强心的作用，它可以让这个心脏赶快恢复过来。可是需要持续的话，可能加点甘草更好。因为《伤寒论》就做过研究，如果直接用这个附子的话，病人心脏会很快恢复，但是它也很快回去，它药效没有了，它又持久，对，它又回去了，它又衰竭了。为什么？因为附子发挥作用快，它去的也快嘛。来得快去得快，对，就是这个道理。等于说那心脏被拍一下醒来然后过又昏过去了。对，所以加甘草比较好啦。对，所以伤寒论就发现一定要加上甘草。这样附子的起效虽然慢一点点但是心脏的波动就不会太大，就很稳定。这个经验后来也被日本研究证实过了。可以说是对，可以说是古人一点点摸索出来的经验，很珍贵的最后就是这个药的营养作用中医说它有补气的作用，这个气从哪里漏出去的？气从口子，就是从嘴巴，老师讲话也是会虚脱对，多言伤气嘛。对其实就过劳，过度嘛。那人过度劳累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全身负担加重，就容易出现这低代谢模式，肾上腺疲劳了嘛，你一直耗竭你的交感，它就
比较难兴奋。所以要调节到副交感模式。对，《神农本草经》就说这个药啊，坚筋骨、长肌肉、备气力。厉害了，筋骨都能坚。对，铜墙铁壁吃了就可以强身健体，有病治病，没病强身。感觉是祖山里的一个中药里面的祖山里。对尤其是一些老人或者小孩子平常没有胃口吃不下饭是吧？像祖山里人很虚弱没力气就可以煮甘草水来喝，稍稍的补一下。对，还可以改善这个整体。那现代医学就认为甘草它是有，不是也是有啦，但是它这主要是延长皮质醇的作用。它就是让我们的那个交感兴奋维持比较长的时间，让我们保持活力。会透支啊。是啊。适当的副交感药。对，它算是一个让你抗疲劳，但是你也是有一个限度。咖啡有点类似，好像人参这样续命。人参是真的有补到的。也是会提高这个，也是免疫力啦。它也是会耐我们的抗老。对，人参也是这样。不过甘草是比较便宜的人参所以也叫平民人参。好用对。那如果现代人很容易交感疲劳，因为受到很多刺激压力，各种情绪突发的事件声色犬马什么的所以大家平常工作很累也可以泡一点来喝那我们说这些保健的方法，大家不要回去一天就吃几斤不要。那副作用还是有的。对，没有毒的药也会死人。人参也会杀人对啊。人参杀人无果，大黄救人无功。对。讲的就是这种乱用药了。对，不能乱用。那保健的话，甘草一天用3到5克就可以了。如果你是治病要开药的话，那就要看情况。你要增加这个方子的寿命的话，你就用3到5克就可以了。那如果是治疗感染发炎、修复黏膜的话，那9到15克是可以的。这是比较安全的范围。大家可以每天吃，也可以隔天吃一次。那效果怎么样？大家试了就知道了。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你曾经用过甘草的经验，还有效果。让大家一起用起来把简单的医学变成实用的生活智慧。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